友们，我们今天来试驾海豹08啊，是比亚迪海洋网的大型旗舰轿车，25万级。那外观呢，其实之前就已经有释放了。我们来一组我觉得非常好看的阿卡珊瑚红的空镜展示。所以外观其实是一个海洋美学的设计啊，但我觉得有几个点呢是值得大家看一下的。首先这儿按一下，我们这个是纯电版本啊，前备箱就打开了。不光是空间其实挺大的，可以放登机箱，包括日常我觉得行李放这儿都可以了。另外一个就是它整体把前备箱的布局前置了，它把散热器把它斜向布置了之后，这一块缩短了，所以说我整体取放就不需要够得特别的远。那当然也可以有这个语音的唤醒，打开前备箱或者中控打开，又或者说敲一敲都是可以打开的。轮胎它是一个悬浮的 logo 啊，然后用了多条幅的设计，所以整体还是比较显年轻，但是高级的。尺寸是245/45/29，用了一个打孔的通风盘，然后刹车定前，然后来到这一块 NFC 的感应，上面呢会标配激光雷达。开门呢，我手搭在这儿，门就弹开了，然后关闭的时候会有电吸。这边呢其实是机械的开门以及按一下都是可以的。4个车窗都是双层夹胶玻璃，后面呢用了隐私玻璃，不是无框的车门啊，给大家打开看一下，所以整体静谧性我觉得是 OK 的。还有个点就是为了2排乘客的头部空间，所以你看到它的 C 柱其实没有特别的溜，整个后排坐起来还是非常舒服的。然后接着后备箱空间，咱们来找一个定点，然后一进看一下它的空悬，速度非常的快，你看。你可以明显感觉到它同步就已经下降到位了。那这个高度的话，我要放行李就完全没有压力了。然后整个后备箱的纵深你可以看到非常深，底下呢4驱版本也还是有一个小小的下沉空间的，可以放一些工具包。我觉得外观内饰整体的风格都不是那种极致运动，而是比较优雅温润的。反正我觉得从女性审美来说是好看的，而且这个内饰的颜色啊，米白色配了这样子贝母的点缀，配合这个氛围灯向上慢反射，我觉得这个感觉还是蛮高级的。当然这也是海洋元素啊，包括这个座椅的行缝其实也是贝壳棒式的那种向上延展的设计。再说一些功能性的东西，前面呢有 HUD 怀档的换挡机构，方向盘是一个新的设计啊，挺好看的。50瓦的无线充电带风了，挨着这个它偷了一个50瓦的充电的面板啊，把这个位置变成了一个车规级的餐巾纸盒，就是你可以在这儿放餐巾纸，这样子抽取也比较的方便。保留了物理的按键，这边一拉它的阻尼感还行啊，底下是有一些小的储物槽和杯托，底下呢有 C 口和 USB 的接口，包括香氛条也设置在了这儿，还有一个12伏的点烟器，而且给这个12伏的点烟器做了一个挺好看的盖板。冰箱呢零下6度，最高是50度啊，帝瓦雷的音响，1500瓦的峰值功率，7.1.4升的20扬哈。另外呢就是它也做了这样子，比如说小的车控旋钮，你旋转或者按都可以控制车控，比如说音响啊、空调啊、音量啊等等的东西，在车机上可以联动，也有这种1/4的螺母，而且可以带电，所以说你在这儿也可以支手机支架，完全没有问题。OK 呢，接下来我们去2排。后排的空间就非常大了，而且整体的配置确实很有那种旗舰的味道。首先呢，前面是我的驾驶座姿，2排这个腿部空间就真的肉眼可见的大，对不对？就不要说胳膊肘的距离了，也是因为它整个非常大，所以说这一块它可以做一个腿托4项调节的，可以抬起放下，也可以延长，然后缩回来。其他的所有东西其实都是在这一块中央扶手屏去操控的，比如说氛围灯啊，而且整体这个横向的宽度也是比较宽的，坐3个人非常的充裕，而且头部空间你可以看到，我就这样坐着，2拳有余。另外3角窗呢其实是放进了这个车门框里的，所以整体后排的视野做得很好。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老人上下车它会比较的方便，因为整个这一块
开口变大了。还有就是这个开门啊，你看这样轻轻的扣一下，车门弹开。当然，如果说你用力开，它其实就是一个机械解锁的逻辑了哈，2层的荣誉。前面有这个拓展可以装 pad， 这有个小的车控的，比如说空调啊等等的一个屏幕，然后底下有个小小的储物空间 ，C 口、USB 接口都有。所以说，不管你手机你的充电线是怎么样的，它都 OK 可以兼容。然后这边打开之后有一个50瓦的无线充电，带风冷啊，这个也是挺好的。中间可以通往后备箱，这个靠背呢也是电动调节的，包括咱们前面说的通风、加热、按摩，全部都是有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把车开上路。我们来分享一下驾驶动态的维度啊。首先，我觉得这个车的底盘确实调的还是不错的，因为现在还是工程样车的状态啊，但是整体的成熟度、产品上做得非常的好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它虽然是一台轿车，但是底盘没有调得非常运动，就比如说我们刚刚高速过了一段非常不好的路，但是整体它的给我的反馈不是那种生硬的感觉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就是它也不会同步做得非常摇摇晃晃，很有大车感。我们现在来踩脚电门，再滚过去，这个侧向支撑做的也还是不错的。这台车能给你带来一些喜欢开车人想要的驾驶乐趣，但同步它还是比较舒适的，是有韧性的，就整个底盘的质感我觉得是 OK 的。然后再说硬件啊，前双叉臂，后5连杆，有臂式的双腔空悬，上下浮动范围呢是55毫米。那臂式双腔它的好处，第一个就是它可以同步的调节刚度和阻尼，然后悬架高度这个不用说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比如说在一些高原或者说空气比较稀薄的地区，它的整个调节的速度也比较快一点。然后另外一个维度上面，它因为有激光雷达，所以说呢它是带预瞄的，在一些前方道路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，它可以前置的去感知，然后及时的快速调整我的这个悬架的一些参数，保证你在通过这个路的时候，整个传递到座舱的底盘的感觉还是不错的。因为这一台车它还是比较长的，5.15米，轴距是3030毫米，但是开起来还是比较灵巧的一个状态。后轮转向是正负7度，前轮的转向角是41度，所以我觉得这是前后相辅相成的。再加上这一台车有楔形模式，楔形模式可能很多朋友平时不太会用的，但是它的转弯半径不到5米。如果说没有概念的话，就是它的转弯半径会比海豚还要再小一点，所以我们在这个双车道掉头，或者说对于很多新手司机如果要泊车的时候，它是比较方便，也没有那么困难的。然后在我这个踩刹车，或者说在经过一些可能会有比较靠近的状态，它也会自动的弹出这个360的全景影像，这个我觉得也还是比较好。包括说到这儿哈，我在开门的时候，不管上车下车，这个仪表上都会跳出布盲，告诉你会不会有开门刹的风险。接下来就是动力的这个维度啊，第一个呢，先说纯电，它的4驱的综合的功率是510千瓦，然后0-100加速3.3秒。另外一个就是插电混动了啊，它综合的功率配合 1.5T 的这个发动机啊是400千瓦，0-100加速呢是3.8秒。然后接下来就说一下这个续航的维度，因为它的这个海豹08的定位其实是在旗舰轿车了，所以说基本参数都配到顶了，电池很大。它的这个 CLTC 的纯电续航，如果说是插电混动的版本，续航是400公里，那如果是纯电就更大了，905公里，再加上又是闪充第2代刀片电池，所以这一台车续航完全不用担心，甚至你都不用去操心它的能耗，就是你就尽管开，完全不会有补能的焦虑，只要担心自己假期够不够，有没有足够的时间出去玩，我觉得就可以了。关于领航辅助呢，因为它是天神之眼臂的方案啊，然后上面是标配激光雷达的，我觉得不管是城市还是高速，我们刚刚都试过了，整体的体验还是不错的。最后啊，这一台车7月2号上市，你们看到视频的时候呢，它应该已经公布价格了，你们觉得定价怎么样？咱们评论区聊一聊。就这样，拜拜。